本来我是国家种子研究院的顶级专家，前途无量，结果为了赶项目，直接累得原地重开。一睁眼，好消息活了，坏消息成了古代贫困户家里的8岁小丫头。最离谱的是，全村都传我是死而复生的小妖精，这开局简直叠满了 debuff。你们快看，小妖精在那儿呢，它出来了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它会吃了我们吗？我刚迈出院门，就被一群瘦得像骨干化的小破孩包围了，指指点点的。我这暴脾气，虽说我现在是8岁的小身板，但灵魂可是26岁的职场精英。跟小孩吵架怎么了？不失礼。你们才是妖精，你们全家都是妖精。就是不一样，人人都说你是妖精，妖精才会死了那么久也能变活人。我们跟你才不同呢，你漂亮，我娘说了，只有妖精才长得那么漂亮。对，漂亮的才是妖精。行吧，这届小孩骂人还带夸人的逻辑鬼才，听到漂亮2个字，我瞬间就被顺毛了。为了奖励这群有眼光的颜控，我回屋抓了2把糖出来，打算搞邻里关系。我有糖，你们要不要吃？这群孩子眼里的想要都快溢出来了。打头的小拳子看了看自己黑乎乎的手，又看了看我白嫩的小手，居然还知道在破衣裳上蹭了蹭，才接过去。我心想，哥们，你那衣服也没比手干净到哪去啊！糖一分完，这群小家雀儿呼的一下全跑了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我不禁感叹，想我堂堂科研专家，如今却沦落到在这吃糠咽菜。哎，这糟心日子，叹气第108次。妹子，你怎么出门口来了？等夏爹回来，肯定说我没照顾好你。二哥楚向兵扛着锄头回来了，把柄上还挂着2只草绳捆的小青蛙，这就是我的高奢晚餐了。没办法，全家人都把我当瓷娃娃宠着。晚饭是一锅稀粥配咸菜，唯一的肉菜就是那碟清蒸青蛙，还得靠二哥的手气。我懂事的把肉汤拌进大盆青菜里，让全家人都能沾点肉味，把我爹感动的直夸：我闺女真懂事。然而温馨不过3秒，我家那破院门嗡咕一声被人踹翻了。姓楚的，你给我出来！楚汉广，你家小妖精干的好事，害我家儿子！村里的季松林、李大河、季二贵举着扁担锄头冲了进来，上来就扣大帽子，说我给的糖有毒，他们家孩子吃了现在正抽抽呢。我爹楚汉广想上前讲理，结果被推了个趔趄。大家来啊，谁怕谁！赶紧把小妖女交出来，不然让族长把你们赶出村。要是孩子有事，你们全家赔命！我在旁边听得拳头硬了，污蔑我是吧？碰瓷我是吧？就在两边快要擦枪走火开干的时候，我淡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饭，扶着我娘的手借力踩到凳子上，那是我的高光时刻。砰！我举起2个大瓷碗，使劲往地上一砸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。这种大型碰瓷现场，我这个小妖精可不是吃素的。本来我还在和家里人温馨晚餐，结果隔壁3个大冤种家长提着锄头扁担就来砸门碰瓷，非说我给的糖有毒。我这暴脾气能忍，我反手就是2个大瓷碗，砰地摔碎，全场瞬间物理静音。这一招岁岁平安，属实把大家都镇住了，连我亲爹亲妈都没想到自家乖乖女疯起来居然这么虎。趁着这股气势，我直接开大。糖是中午吃的，毒是晚上发的，你家毒要带延时摄影啊！一把糖7、8个孩子分，别人家孩子怎么没修仙，就你家孩子出事了，有这闹腾的功夫不去，请大夫在这儿跟我对线。我这一套连招下来，3个汉子当场 CPU 干烧了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正尴尬着，隔壁麦子娘打着火把冲了过来，哭哭啼啼报了个大冷门。大夫太晚不进村，刚才一问才知道，几个熊孩子背着大人去山上采了白果和蘑菇，乱煮着吃。好家伙，合着是红伞伞白干干中毒，回头赖我小饼干。那3个爹一听，吓得家伙神儿一扔，撒腿就往家跑，闹剧散了。但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身为前国家级专家，我爷爷那堆医书我可是过目不忘的，这年头没大夫，那几个孩子岂不是要集体杀青了？爹，带我去看看，没准我有办法。我闺女就是心胸宽广，走，咱溜达去。刚到小泉子家门口，就听见屋里哭得像开了交响乐。季松林一见我就像见了鬼，堵着门大喊：小妖精退散，别想靠近我儿子！让我看，没准能活；不让我看，你家泉子可能今晚就得领盒饭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泉子娘劳氏倒是清醒，一把推开自家男人，把我当救命稻草一样拉进屋。我一看，泉子已经缩在木板床上，开始昏迷了。婶子，别愣着，快去煮2大碗皂足水，灌下去催吐。我爹在旁边心惊胆战。闺女，真行？妥妥的，把肚子里的毒东西吐干净，喝2天清粥养养，立马又是生龙活虎一条小汉子。看着我这满脸稳如老狗的自信，季松林终于不吭声了，眼里看我的眼神从嫌弃变成了这妖精好像真有点东西。
在这个医疗全靠命、中毒靠硬扛的年代，我这满级医术大佬终于要在线表演，逆天改命了。原本以为我这个科研大佬重生成全村公敌已经够离谱了，没想到不仅能靠一碗皂角水完成从小妖精到神医的口碑逆袭，甚至还觉醒了穿越者的专属外挂。那一袋子凭空出现的土豆，简直就是我带飞全家的第一桶金。那一晚，我带着老爹在季家村挨家挨户技术扶贫，又是灌皂角水，又是抠喉咙，忙活到深夜。看着小泉子那张发紫的小脸慢慢转青，我知道成了。季家夫妇那表情从想杀了我变成恨不得供着我，从此妖精2个字彻底在我家字典里除名了。回到家，全家人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外星人。这种小丫头秒变神医的玄幻剧情，确实得有个说法。实不相瞒，我晕迷那阵子神游仙界去了，那是得到了仙人指点，学问大着呢。2个哥哥听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这编剧水平，志怪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我闺女就是神仙指点过的。于是我顺利从小妖精晋级成了小仙女。当晚我就做了个怪梦，梦见自己回到了生前那个累死我的科研种子库，仓库里空荡荡的，唯独在一个犄角旮旯发现了一小袋土豆。结果第2天一睁眼，我勒个去，斜边真躺着那一袋科研级高产量的土豆，这金手指开的也太硬核了。难道是让我在这古代荒郊野岭当个种田锦鲤？还没等我研究明白这种子库的触发机制，我娘就在窗外喊我吃荷包蛋了。看着我碗里的金黄煎蛋，再看他2哥在田里喝的那碗几乎见不着米的清粥，我这心里酸溜溜的。我戴上斗笠，跟着我娘去田里视察工作。远远望去，那田里的水稻长得简直没眼看，穗子稀稀拉拉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听2哥说，去年大旱，山上蔬菜都被挖光了，差点全家领盒饭。作为一个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科研人员，这谁能忍？我盯着怀里那袋土豆，心里盘算着，必须得搞多元化种植，提高产量。只要能改善这顿顿稀粥、朝不保夕的日子，让我干啥都行。可正当我琢磨着怎么扩大品种时，我抬头看了看天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云层，这气压，娘，咱们这水稻得赶紧收了。本来我正搁那儿研究怎么改良这古代战损版水稻呢，结果抬头一看，天这云彩走位不对劲啊！身为前种子研究院专家，我这双眼看透了太多，大暴雨在路上了。我瞧着特大暴雨要来，就在这2天，搞不好还是100年不遇的那种。现在不收，到时候大家只能去水里捞稀饭了。这丫头，你懂啥？现在水稻还没熟透呢。我这就回家拿镰刀，快走啦！我2哥楚向斌现在对我那是盲目崇拜，二话不说就要回家拿镰刀。结果这对话被路过的季组长听去了。经过昨天皂角水救人和神仙托梦的洗脑包，组长爷爷对我现在的业务能力深信不疑。他捻了捻小胡子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收，赶紧收！收稻谷喽！特大暴雨要来喽！组长这一带头，村里瞬间炸了锅。可大部分村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们。这大太阳晒得疼，哪来的暴雨？不信滚犊子！别在这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场面一度非常鬼畜，一边是我们在田里挥汗如雨疯狂零元购自家粮食，一边是村民在那儿嗑瓜子讲八卦。我拿着镰刀的样子笨拙的像个刚满月的二哈。最后被我娘一脸嫌弃的赶上了田埂，我只能蹲在那儿看他们表演速度与激情。组长爷爷也是操碎了心，背着手在田埂上苦口婆心。人家那是仙人指点，榆木脑壳。这下大家心里开始打鼓了，万一这小仙女真预测准了，这1年的口粮要是烂地里，那可真是得去西北风里加餐了。万一真准了呢？原本以为我这个大白话气象预报员会被当成疯子，结果老天爷太给面子了，乌云那是说来就来，直接把季家村的怀疑论者全给整沉默了。我这小仙女的名头算是彻底在这片黑土地上焊死了。前脚刚被我娘赶回屋，后脚我就在大门口当起了监工，看着那些原本还在田埂上开嘲讽的村民，此刻一个个跟参加奥运100米冲刺似的往家跑。我那2哥楚向斌更是战斗力爆表，一个人当2个使，疯狂往家搬水稻。还没等太阳落山，这天儿就跟被捅漏了似的，浓云瞬间压顶，白昼秒变黑夜。我一边帮着2哥码稻草，一边累得呼哧带喘。2哥，先把田里的搬回来，
这8岁的小胳膊小腿儿真是快散架了。就在狂风要把茅草屋顶都掀翻的时候，我爹和大哥终于从镇上杀回来了，全家人一身泥水，总算是在暴雨倾盆前把大部分口粮给抢进了屋。这雨一下就是一夜，第2天一早，全村都傻眼了。那些没听劝或者动作慢的人家，田里早成了一片汪洋，只能冒雨在泥水里一粒一粒捞谷子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季家村的活传奇。以前喊我小妖精的熊孩子，现在全成了我的毒唯粉丝。打头阵的就是那个被我救活的季犬。田姐，雨停了，山上全是蘑菇，去不去捡？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这正是把外挂土豆洗白的绝佳机会。犬子，你慢点儿，我在这附近转转就行。我挎上小篮子，把那袋凭空出现的土豆藏在底下，打算上山走个过场，回头就说是在土里刨出来的。我找了个没人的树丛，麻溜的把那20几个土豆拿出来，在湿泥里滚了几圈，装出刚出土的样子，正觉得自己是个平平无奇的伪造天才时，变故突生。由于这具身体太弱，加上雨后路滑，我脚下一个打滑，连人带土豆直接表演了一个高空坠物，滚到了山谷底。差点变成仙女坠崖记。唉，本来我只是想上山搞个土豆出土的假现场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摔进谷底，还没来得及喊疼，一抬头直接对上了一大一小2头雪狼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不是穿越成了小仙女，而是穿越成了狼群的全家桶预备役。摔下山谷后，我第一反应居然是土豆没摔坏吧。完了，这下真的要成狼家餐后甜点了。本来我只是想上山搞个土豆出土的假现场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摔进谷底，还没来得及喊疼，一抬头直接对上了一大一小2头雪狼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不是穿越成了小仙女，而是穿越成了狼群的全家桶预备役。摔下山谷后，我第一反应居然是土豆没摔坏吧。完了，这下真的要成狼家餐后甜点了。我僵在那儿不敢动，结果那头小雪狼居然凑过来，蓝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瞧，不但没咬我，还像个受委屈的小孩一样拽我的裙角呜咽。你不吃我对吧？没想到他还真听懂了，蹭了蹭我的鞋。我这儿还没跟小狼套完近乎，前方又出现了新危机，5头大雪狼正围攻一个浑身是血的大叔。去，叫大家去猎兔子，别吃人！我当时也怕得双腿灌铅，但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我试着跟小雪狼商量，让他叫大家伙去猎兔子，别吃人。结果小狼呜呜2声，竟然真的带着那6头大狼转身进了密林。劫后余生的大叔直接看跪了，估计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能声控狼群的8岁小丫头。我收了收惊恐的小心脏，熟练的在旁边采了点止血草药。这位叫高半兽的大叔伤得不轻。大叔，你还行不？我一边帮他敷药扎伤口，一边听他吹牛。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楚田，山下村子的。人如其名，人如其名啊！大叔正感叹我人如其名，结果我眼尖的发现那头小雪狼居然还没走，正躲在树丛后面，眼巴巴的瞅着我呢。看来这狼系闺蜜我是交定了。这位高大叔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手里的土豆能不能顺利转正？唉，救了狼又救了人，我这全能小仙女的名号，怕是要冲出季家村，火遍全县了。本以为靠着气象预警和跨物种外交救了大叔，我能在这季家村开启神医小仙女的悠闲剧本，神医小仙女的悠闲生活，我来啦！结果大叔临走前的一番话，直接把我从种田频道踢进了生存求生频道。好家伙，这古代生活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还没吃上土豆呢，战争副本强行加载了。高半兽大叔的人找来时，那场面像极了黑帮街头。他的2个兄弟高个子常大山和矮个子刘仁义，见自家老大被狼啃成这样，旁边还杵着我这么个淡定的小丫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别提了，遇上狼群全靠这位小姑娘救命，全靠这位小姑娘救命。大叔这波安利卖得稳，我也没谦虚，把采好的止血药一捆捆塞给他。小姑娘，你们村没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心里一咯噔，这语调一听就是要出大事的节奏。邹大叔给了兄弟一个眼色，常大山这才压低声音说出了实情。宛城已经封城了，南边和东边全乱套了，周琦的兵马像蝗虫一样过境，10岁以上的男丁抓去当炮灰，大姑娘小媳妇的下场更是惨不忍睹。周琦的兵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下场更是惨不忍睹。赶紧回家，能躲就躲，能走就走吧。
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天要亡我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刚才还跟着我捡蘑菇的小拳子直接吓崩了，篮子一扔，边哭边往家窜。我也顾不上那头一直尾随的小狼崽了，抓起我的土豆篮子，使出吃奶的劲儿往村里奔。消息传回季家村，整个村子瞬间像开了锅。我爹楚汉广和我大哥刚好从镇上拉着牛车回来，顾不上卸货，就开始疯狂往车上码粮食。他爹，是真的吗？镇上几个大户已经跑光了，要不是那场暴雨，我们可能早没命了。我爹一边搬粮食一边感慨，这辈子从没觉得暴雨这么亲切过。前有狼群虎视眈眈，后有乱兵烧杀掠夺，我这个刚上岗的小仙女压力山大。我能不能带着全村老小成功苟到最后？本以为我只是个刚在季家村立稳脚跟的海归专家，没想到战争的阴云说来就来。东边周岐以下宛城，南边大辽又是群披着羊皮的狼，北上京城更是门都没有。我和大哥楚相文一合计，得了，这天下之大，竟只有西边那条通往大陵与西西楚交界的大山路能钻了。我把这番硬核地理分析说给季组长听时，老头看我的眼神简直像在看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他二话不说，敲着铁锅绕村大喊，铁了心要带全家老小跟我们楚家混。一时间整个季家村鸡飞狗跳，女人孩子嗷嗷哭，男人忙着捧家当，还有人为了逃跑路线吵得不可开交。我家这边也开启了特种兵撤离模式，二哥向斌手艺见长，拆了床板，硬是拼出了一台手推车。大哥向文笔墨纸砚是他的命根子，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，绝不能受潮。我娘唐云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、铁铲水桶，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搬到箩筐里挑着走。我爹本想让我抱着家里那2只下蛋母鸡坐车，拿着，路上给你补营养。我又不是古装剧里替人冲洗的新娘子。最后那2只鸡被扎紧腿，委屈巴巴地挂在了牛背上。说来也怪，村里那些收拾妥当的村民，像季大河、季二贵他们，全都默契地把牛车往我家门口凑。汉广兄弟，我们就信你家小侄女。小神仙，你看这天还会下雨不？甜甜啊，咱们这趟出门能躲过祸事不？我坐在田头，还没出发，就已经被围成了大型咨询现场。以前是小妖精，现在成了全村的精神支柱，兼楚大仙。得，既然大家这么信任，那我就带你们去西边开荒种土豆。原本我只想在季家村安稳当个咸鱼小仙女，守住我那8岁的人设不崩。结果这逃荒的大幕一拉开，全村都把我当成了主心骨。我只想当咸鱼，怎么就成主心骨了？看着院外挤满的牛车、手推车，还有那些小小年纪就挑起担子、眼里满是羡慕的村丫头，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叹气。这阶级差距，我也不想的呀。命如救火，一刻也耽搁不得。组长爷爷在门口一嗓子吼开了路，庞大的逃荒队伍终于动了。汉子们的吆喝声，老人们沉重的脚步声，还有女人孩子无助的哭泣，在这漆黑的山路上连绵不绝。我爹赶着满载湿粮和被褥的牛车，我就像个小树懒一样扒在被褥堆里。大哥、二哥推着装满铁器和宝贝书的手推车，我娘则挑着全家的锅碗瓢盆走在最后。对于这种颠沛流离，我骨子里的叛逆和冒险精神。这种冒险居然有点小兴奋呢。扒在车上抱着我的土豆包袱，我竟然像睡摇篮一样睡着了。睡梦中我又精准空降，科研室种子库，这次空间依然像挤牙膏一样，扣门偌大的格子里竟然只给了一小袋西红柿种子。我伸手一拿，瞬间被弹出梦境，醒来一瞧，手里真抓着那种子袋呢。我悟了，救人等于得土豆，救大叔等于得西红柿。这狗空间是在逼我在线刷好人好事 KPI 啊！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山上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，吓得我汗毛直竖。大哥、二哥，我害怕，总感觉有双眼睛盯着我。我娘在后面为了给我壮胆，咣咣敲了几下铁锅，结果锅声伴着牛背上的鸡叫，在山谷里回荡得像恐怖片现场，吓得我立马闭麦。我们这支先遣队总共才10户人家，大多是信我这个小仙女才跟出来的。
正走着，后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，6个半大小子连滚带爬的扑到族长和楚爹面前，哭得快断了气。原本留守村里的季长和季青怎么追上来？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惨剧？本以为我们这支末日求生车队已经跑得够远了，没想到现实比电影还残酷。就在我们撤离不到1个时辰，周琦的追兵就进了季家村。那些没来得及撤走或者心存侥幸的乡亲，几乎全遭了殃。看着季长、季青这6个半大小子连滚带爬的追上来，哭着说村子没了，家也没了，全靠长辈用身体挡刀，才给他们拼出一条生路。我心里沉的像灌了铅，乱世人命不如狗。这血淋淋的教训瞬间让整个逃荒队伍陷入了死寂。大家一边后怕一边感慨，要不是听了我这个小仙女的预警，这会儿大家估计都整齐划一地去领盒饭了。我爹担心我被这些惨事吓着，特意在牛车上给我腾了个位子，让我靠在他膝盖上睡一会儿。我抱着土豆小包袱，在一众同龄人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目光中，迷迷糊糊睡到了天亮。翻过连绵的大山，大家终于能喘口气歇脚了。可即便身体累到了极限，大人们还是得围在一起商量生计。二哥被派去半坡放哨，防止敌人摸过来。乖宝，咱还能回村不？指望锄头发慈悲，想桃子吃呢。回村把大家入土为安，这是尽孝，也是给活人的交代。大哥建议选几个精壮小伙回村，把被害的村民入土为安，这不仅是尽孝，也是给活着的人一个交代。在这荒郊野岭，楚家的宠娃画画依然清奇。我爹为了让我睡得舒服，又铺垫子又挂帘子，防虫防蛇，还亲自当保安。我一个热情的贴抱脖子，把我爹美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反观隔壁几家，那真是大型虐娃现场。死妮子，洗个菜要洗到明年吗？洗个菜要洗到明年吗？生个火都不会，养你这个赔钱货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啪啪，伴随着打骂声和小女孩压抑的哭声，大人们把逃荒的焦虑全撒在孩子身上。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小姑娘看我的眼神，写满了想投胎到楚家的渴望。我娘给我煮了碗菜干粥，里面还偷摸藏了个白水蛋。我正感慨没盐呢，坡上突然传来二哥的尖叫：狼，有狼啊！快截住他！全村人瞬间抄起家伙进入战斗状态，结果那头白色闪电直勾勾冲着我跑来。我一声令下，那原本要飞身跃起的小狼，居然乖乖在车边一个急刹车，当场震动。全村人，这狼是你养的电子宠物吗？闺女，这可是狼，万一他半夜变身怎么办？小狼崽一听要赶他走，立马开启绿茶烟模式，呜呜咽咽的往我膝盖上一趴，那委屈的小眼神，谁看了谁不迷糊。以后他就是我的编外成员了，名字就叫小白。季组长在旁边看呆了，拉着村里人小声嘀咕：“咱们家小仙女，这绝对是老天爷派来保佑我们的。”一时间，原本死气沉沉的逃荒队伍居然燃起了团魂，大家纷纷表态：“没意见，往后全听田丫头的。小仙女指哪儿，我们打哪儿。”我爹楚汉广这下压力山大，被迫营业成了领头羊。他硬着头皮开始组织那几个全家遇难的小伙子，准备带上2台牛车，趁黑摸回村里，给遇难的乡亲们入土为安。小白的加入让我这逃荒路多了个超强预警机，但也带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小白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本以为能在临时营地安稳睡个好觉，结果全村的回村小分队刚出发，我就在这儿开启了驯狼大师模式。谁能想到，那头本该在深山老林里称王称霸的小雪狼，在我面前居然乖巧的像个只会摇尾巴的萨摩耶，连名字我都给他想好了，就叫你小白吧。我爹楚汉广和族长爷爷最后敲定了人选，由季二贵、季大和领着季长那几个家里遭难的小伙子，再加上我二哥向斌，组成了战地入殓小组。大家伙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都觉得带上我二哥这个锦鲤家人能镇场子。
趁着他们出发的空档，我可没闲着，我找了个安静角落，对着小白就开始了特种军犬训练。坐下，趴下，摇头，甚至还会拱手作揖。我发现小白简直是个天才，问他问题，如果是就眨眼，不是就傲娇的嗷呜2声。我担心二哥他们有危险，摸着小白的毛叮嘱：“你那帮狼同伴呢？快去接应我二哥。”小白听懂后，一溜烟就消失在了夜色里。我大哥向文在旁边看得怀疑人生，自家妹子指挥狼群去接人，这画风简直玄学到了极点。这简直是玄学。月黑风高，回村的小分队趁着夜色摸进了季家村。昔日整洁的小院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，楚家院子也被烧了一大半，气得向斌眼珠子都红了。村子里静得可怕，连声鸡叫都没有。等大家摸到季长家院子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看到横七竖八的亲人尸体时，一群半大小子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只能死死捂住嘴，不敢出声。大家伙强忍悲痛，两人一组，硬是花了1个多时辰，把被害的乡亲全抬到了后山入土为安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大家觉得既然埋都埋了，总得给立个碑。我二哥向斌正拿着刀在木板上刻名字呢，结果不知道是哪个脑抽的，居然在这个时候点起了一堆火。大哥们，你们是在这种地求生，还是在发求救信号啊？在这黑灯瞎火的后山点火，你是怕周琦的追兵迷路吗？原本以为回村小分队能靠着夜色完美前行，结果猪队友上线，季二贵和季大河这2个大叔非说要点把火给乡亲们照亮黄泉路。好家伙，这哪是照亮黄泉路，这是直接给敌军发了 GPS 定位啊！火光一闪，驻扎在村口的周琦敌兵瞬间警觉，6匹战马直奔后山而来。后山有情况！我那耳聪目明的二哥向斌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跳上牛车，勒起缰绳就开启了荒野飙车模式。可现实很残酷，牛蹄子哪能跑过马肚子？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向斌果断指挥大家弃车钻林子。他本以为几个村民不值得对方死磕，没成想这队兵马像是开了红眼航班，非要赶尽杀绝不可。慌不择路之下，9人小队竟然一头撞进了死胡同山谷。9对6，虽然人数占优，但拿锄头铁锹的菜鸡对上专业武装的猎人，胜算基本为0。老天爷送人头啊！正好带回去搬砖助战好。可这群小子刚埋了亲人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。兄弟们别怕，弄死这帮畜生！哪怕是送命，也得咬下他们一块肉来！我二哥向斌小小年纪，直接成了领头羊，手里的铁耙子冲着马腿就勾了过去，打算先废了对方的机动性。山谷里瞬间开启了混战模式，人喊马嘶，打得昏天黑地。别弄死马，那都是钱！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周骑兵，对方直接下了死手，长矛翻飞间，季长和季青瞬间受了重伤，战力悬殊。二哥他们眼看就要全军覆没，成了人家的战俘或者串串香。原本以为二哥他们9个菜鸡对上6个精英怪要全军覆没，没想到我那11岁的二哥不仅是个扎马步狂魔，关键时刻还真能顶住压力。但对方毕竟是职业选手，2柄长矛一左一右锁死退路，眼看我二哥就要原地杀青。我那狼系援军终于闪现入场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几声狼嚎划破山谷，6头大狼像开了疾跑一样直扑周琦。敌兵二哥向兵和那几个被吓傻的小子瞬间死里逃生。这一波狼人配合，不仅保住了那6匹战马，还把那几个周骑兵给交代在了这儿。正当大家对着狼群发愣时，一头雪白的小狼崽迈着6亲不认的步伐，拽拽的走了出来。嘿，这不是我妹子那头小白吗？大家伙儿这下全悟了，这绝对是咱家小仙女楚田派来的特种救援队啊！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大狼被小白一声低嚎就给遣散了，简直是妥妥的小狼王。既是敢死里逃生的小子们，现在看狼比看亲爹还亲，纷纷表态：从今以后，甜甜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要给他磕个头。向斌虽然感激地抱着小白狂揉，但还没忘了正经事。伤员快4步条止血，重伤的坐牛车，剩下的全员骑马。逃荒路上讲究的就是雁过拔毛。贵叔带着一群小子开启了摸尸模式。向斌一人牵着2匹战马，小白在脚边保驾护航，那小模样要多飒有多飒。经此一役，我二哥算是彻底觉醒了少年将军的魂。这种带着狼群杀敌的战绩，够他吹一辈子了。
本来我还在牛车上睡得昏天黑地，毕竟这辈子加前辈子都没遭过这种逃荒的罪。结果天还没亮，我就被我爹楚汉广给晃醒了，非要我问问刚跑回来的小白、二哥他们的情况。我连眼皮都懒得掀。小白回来了。哎呀，肯定没事儿。小白都回来了，那帮拆家小分队肯定没事儿啊。小白这小东西一回来就想往我被窝里钻，被我一脸嫌弃的踹开了。小白，你脏死了！赶紧洗白白再来找我玩。小白委屈巴巴的蹲在车下，那一脸快夸我的邀功表情，我就知道稳了。我娘唐云也心急火燎的爬起来，准备熬粥接风。我嘴馋的嘟囔着想吃肉，想加盐，结果被我娘一顿生活毒打般的碎碎念。还想吃肉？粮食吃一粒少一粒，盐巴更是省着用的宝贝，手上有银子都没地儿买去。爹，我回来了！随着二哥向斌这一嗓子，整个营地都沸腾了。火堆旁的汉子们揉着眼一看，好家伙，我二哥简直是少年将军附体，骑着战马打头阵，身后还跟着整整6匹高头大马。这群死里逃生的小伙子一回来就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楚田妹子，这6匹马你先挑。我看了一眼他们身上挂彩的模样，心疼的翻出一个小麻袋递给我，二哥，这是我昨天采的治伤草药，赶紧嚼碎了，敷上包扎，别硬扛。大哥向文也赶紧端来水盆，帮季长他们清理伤口。季二贵和季大河则围着族长和我爹，绘声绘色地描述村里的惨状和那场惊心动魄的谷底反杀，听得大家一阵唏嘘。庆幸之余，看向我的眼神更像是在看某种镇宅神兽了。虽然二哥他们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，但这波反杀直接让我们车队鸟枪换炮，不仅多了6匹顶级战马，还白捡了一堆兵器。全村看我的眼神已经从这丫头有点邪门，变成了这简直是咱村的锦鲤本领。关于这6匹战马的归属，回村小分队表现的觉悟极高。季长和季青几个小子一致认为，这全是靠我让狼群去救命才保下的，马理应全归我一个人。季大河也憨厚的表示，这金贵玩意儿他不会伺候，全听族长安排。这年头人还没得吃呢，还得供着马。这要是搁以前在村里，拉去镇上卖了换钱，他肯定乐意。现在这荒郊野岭的，简直是甜蜜的负担。最后季组长拍了板，来了个战利品大派发，楚家分2匹，1匹留给我路上骑着玩，虽然我更想坐车，另1匹给我大哥二哥代步，其余分派季二贵和季大河共用1匹，剩下的3匹分给季长等6个小伙子，这样既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，也分摊了养马的压力。我爹这才松了一大口气，解决了马，接下来就是安置那6个家里遭了难，粮食也丢光了的半大小子，这世道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吃土。我爹第一个站出来领了2个，主打一个大户担当。季长和季青这2个机灵鬼，一听能进楚家，眼珠子都亮了，嘴上喊着要跟向冰雪打拳，其实谁不知道他们是想抱紧我这个楚小仙的大腿。最终安置方案如下：楚家接收季长、季青；季松林家接收季来福；季二贵家接收季远树；季大河家接收季灿；季组长家接收季幼宝。哎，别唠了，爹，哥哥们快过来喝粥。我站在牛车上，挥着小手开启了催促模式。虽然昨晚大获全胜，但这地界儿已经彻底不安全了。我们杀了周琦6个兵，还抢了马，人家大部队发现是迟早的事。咱们走山路要几个时辰，可人家骑快马过来，不用2个小时。为了不被敌军追上，开启全服追杀模式，全家老小必须立刻马上赶快吃完这顿野菜粥，然后继续跑路。各家刚呼噜完那碗野菜粥，季组长就拉着我爹楚汉广开了个高层会议。老头子这回主打一个霸道总裁风，直接宣布这68号人的逃荒大团以后全听我爹指挥。其实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听我爹的，4舍5入就是听我这个楚小仙的。有话当面说，谁敢背地里搞小动作，这革命队伍可不带他玩。各家当家汉子纷纷表态，主打一个指哪打哪。眼看共识达成，我爹大手一挥，出发，趁着粮食晒得半干，先跑出这块是非之地再说。咱们家的2匹战马被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本小仙女的专属座驾。我想骑马，但腿短不会，只能由二哥向斌在后头护着。兼职教练把我二哥美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。物流运输组另1匹马被大哥向文牵着拉手推车，我娘那些沉得要命的锅碗瓢盆也全挂在了马背上。伤员安置点，季长和季青这2个挂彩户则被塞进了我爹赶的粮食牛车里。有了这几匹马分担重量，老人和小孩的压力瞬间减小。这支10户人家的逃荒小队总算真正开启了征途。就这么昼行夜歇的往西挪了2天，我爹和我娘凭着10多年前落户季家村的记忆，预判前方就要汇入逃荒的大道了。
族长说大道上人多眼杂，咱们这几车粮食可是招贼的金贵货。我爹指着前面的小坡建议，这地方地势高，有平地下坡，还有水，简直是完美的休整补给站。先把谷子晒干了才好存放，不然捂烂了大家只能集体喝西北风。一听说能歇脚，全村人累得连话都懒得说，直接开启了生存模式。我这个总设计师自然不能闲着，安全侦查。我打发二哥带着几个小伙子去方圆5里巡逻，看看有没有猛兽或者其他难民。安全第一，后勤建设，大人们忙着砍树搭简易草棚，小孩负责垒土造生火，老人则满地找嫩草喂那些辛苦了一路的牛马。看着那2只在牛背上颠得瘦骨嶙峋的母鸡，我这肚子里的馋虫就开始疯狂蹦迪。我拽着我娘的衣角，一本正经的建议：杀了解盐，你看这2只鸡饿得都没精神了，咱们发慈悲，把它俩杀了解馋。哦不，是为咱们补充体力的。杀吧！我娘唐云瞅了我一眼，估摸着是看我这2天折腾的小脸都尖了，难得大方了一回。杀吧，省得上了大道这2只鸡一路咯咯叫，太招摇了，纯属给自己找麻烦。一听有鸡肉吃，我感觉体内的洪荒之力瞬间觉醒，屁颠屁颠的跟着我娘捡干柴，还主动蹲在简易土灶前卖力添火。这2天的逃荒生活确实把我的大小姐脾气磨平了不少，连我爹都忍不住在旁边老泪纵横，只夸他闺女出息了，还许诺2只鸡腿全归我。结果帅不过3秒，我正嘚瑟的往灶里塞树枝呢，那不争气的铁锅轰地一下直接翻了，热水溅得满地都是。我爹我娘吓得连木头和鸡都不要了，冲过来对着我从头到脚一顿疯狂检查，生怕烫坏了他们的心头肉。哎呦，田丫头，你可歇着吧，你这手哪是干活的呀，心疼死我了。最后我这一脸灰，满身水的纵火犯被我爹强行劝退，打发我去一边凉快，别在这儿添乱。我娘那边杀鸡也是一出大戏，那鸡死里逃生后，简直成了鸡精，漫山遍野跟我娘玩跑酷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声令下。小白，杀！帮我娘打鸡！小白身为狼系保镖，业务能力没得说，一个飞扑就把鸡按在了爪子底下。当全村的小孩都在忙着捡柴、挖野菜、碾谷子的时候，我这个不用干活的仙女却陷入了没有玩伴的痛苦。我跟我爹申请去河边溜达，老爹千叮咛万嘱咐，只要带上小白，不进林子就行。河水清澈的连水底的小石子都能数清楚，可小白的表现却极度反常。他对着水面闻了又闻，然后一脸凝重的顺着河流往上游走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直觉告诉我这水有问题。还没走多远，我往上一看，胃里瞬间翻江倒海，那画面冲击力简直拉满。我顾不得腿软，拉着小白就开始了世界冠军级的狂奔。小白，快跑！回营地叫人，这水喝不得。这水看着清甜上游，到底藏着什么恶心的猫腻？要是全村人都喝了这水，那咱们的逃荒路可就真成黄泉路了。我这一口气跑回营地，肺都要炸了。眼看老娘正要用那河水烫鸡拔毛，我急得嗓子都破了音。不行了，肺都要炸了！快抢鸡！小白这队友极其给力，嗖的一下就把鸡叼走了，气得我老娘举着刀就要跟他拼命。我一边摆手一边拼命倒气，最后直接瘫坐在地上。小白还特懂事的蹭过来给我当靠垫。娘，爹，快让大家别喝这水，碰都不能碰。我这话一出，我爹那是绝对的信任，二话不说就挨家挨户去拉警报了。我娘想过来扶我，看看手又看看我，纠结的不行。田儿，这手还能洗不？这手还能洗不？没一会儿，季组长带着9户人家的当家人全围了过来，一个个脸色煞白的盯着我。我缓过那阵恶心，劲儿颤着声说：“怎么上都不说话，都他们都看着我。”一听说河里泡了尸体，全村人都炸了锅，赶紧回去把刚打上来的水倒个精光。有人还不死心的问能不能喂牛马，我直接摇头，牛也不行。这大热天的，万一形成病菌扩散开来，传染了就是瘟疫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这一听要传染，大家吓得把刚煮好的粥、洗好的野菜全泼了，心疼的直掉眼泪，跟放了他们的血没两样。我突然想起我二哥还没回来，赶紧打发我大哥去路口堵人，千万别让他们下河洗脸喝水。我爹和组长也愁得不行，商量着进山谷去挖地下水。趁着天还没黑，全村开启了求生模式，当家汉子分头找水，妇女们顶上去搭木棚，小孩们接着去寻野菜。我娘从牛车里翻出一个昨晚剩下的水囊递给我，可我这会儿心里那道坎儿根本跨不过去，见着水就反胃。娘，我不喝，你拿着水烫鸡去吧，这鸡也别要了。小白顺势一甩头，把那只倒霉的老母鸡甩到了泥地里。我娘叹了口气，觉得我这娇气劲儿又上来了，毕竟她和我爹从小把我宠到大，这种一惊一乍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倒也正常。我就在那儿死撑着，非得亲眼看着地底下冒出泉眼来才肯松口。结果天都黑透了，找水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，没寻着水源。看着那些垂头丧气的汉子们空手而归，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林子长得这么葱郁，怎么可能没水呢？我爹楚汉广也是一脸愁容，说他们在山谷里掘地，3丈都见不到水影子，大家伙儿都渴得眼冒金星。有人提议绕到上游去取日晚间，被我立马否决了。谁知道上游还有没有泡发的尸体？这种险绝对不能冒。
季组长这时候又开启了对我的盲目崇拜模式，非说我这天选之女出马准能成。季松林他们也跟着起哄，一双双眼巴巴的眼睛全盯在我身上，搞得我压力山大。正巧二哥向斌骑着马风火火的赶回来，我心想反正不用自己走路，那就去试试吧。二哥猿臂一伸，直接把我捞上了马背，带着几个举火把的小子就往山谷深处钻。爹在后面扯着嗓子叮嘱二哥看好我。组长爷爷倒是一副稳坐泰山的样，仿佛只要我一出马，泉眼就能自己蹦出来。我们由小白领路，在谷底仔细搜寻。说实话，这地方确实干巴巴的，不像有水的样子。二哥见我半天没动静，开玩笑说让我闭着眼转圈，随便指一个地方蒙一下。就这儿了，就这儿了。其实我心里虚的不行，觉得自己纯粹是在带他们玩。我搂着小白坐在旁边举火把，看二哥他们像铁憨憨一样一铲子接一铲子的挖。结果等他们合力把那块大石头推开时，奇迹发生了，一股清亮的泉水猛地喷了出来，淋了二哥一头一脸。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！我有些石化的扶着额头，这还真让我给蒙中了。难道我真是老天爷派来的亲女儿？小白可不管我这些心理活动，淡定的凑过去，先喝了个痛快。有人已经疯跑下山去报信了，剩下的围着我一顿狂夸。那一刻，我这楚小仙的名头算是彻底坐实了。既然找到了水，那接下来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。看着那股清亮的泉水，顺着二哥他们刚挖的小水渠，欢快地往山下淌。我抹了抹额头上的虚汗，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快看，水下山了！营地那边传来一阵欢呼，那是还没上山的妇女和老人们瞧见水流进了原本干涸的旱沟。季组长提着小木桶，举着火把，那小碎步捯饬的比年轻人还快，一边接水，一边还冲着大家伙喊：“我就说嘛，田丫头出马，那是老天爷给面子，这水真甜，大家快来接啊！”我被二哥拉着下山时，一路上收到的全是崇拜的目光。我爹楚汉广更是红光满面，见人就谦虚显摆：“哪里，就是孩子运气好，随便指的。”这一顿晚饭虽然晚了点，但绝对是逃荒以来最丰盛的一顿。由于我立了巡水大功，各家都把自家藏着的宝贝给端了出来。我家那2只被小白按住的母鸡，终于变成了喷香的鸡肉。我如愿以偿的分到了2个大鸡腿。季组长家居然匀出了一小碗珍贵的腌肉。松林叔家端来一盘炒得嘎嘣脆的豆子。大河叔家送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野菜面疙瘩。我坐在牛车上，手里抓着鸡腿，看着火光映照下大剑，渐渐有了笑意的脸庞。第一次觉得这古代的逃荒路也没那么冷冰冰了。吃饱喝足，大人们又围在火堆旁，开始深夜研讨会。我爹和我哥向文在跟大家商量，等明天谷子晒干了，就得赶紧动身。虽然这会儿大家都把我当成楚小仙供着，但我还是想垂死挣扎一下，试图保住我那8岁小姑娘的人设。我跟我爹楚汉广在火堆旁大眼瞪小眼，他非要我给这逃荒大团指条明路，我直接回了一句：“我是孩子，我不说。”可惜我爹压根不吃这一套，连季组长都发话了，说没人把我当一般孩子，非要我说道。行吧，既然躲不过去，我只能拿出一副首席分析师的架势，先跟我爹确认了一下接下来的路况。再往前就是通往京城的要道了。我抿了一口老娘递过来的水，开始给这帮古代叔伯们分析局势，给防疫危机。周琦的兵马残暴，宛城下的镇子和村庄肯定遭了殃。这么多尸体，如果没来得及处理，在这大热天极易产生病菌，并引发极强的传染性。混行风险，如果我们汇入逃难的大道，就会和从疫区跑出来的人混在一起，随时有被传染的风险。人性考验，别的地方不像咱们村有暴雨挡了一阵，大多数难民身上肯定没粮，咱们手里的金贵粮食，在那些饿极了的人眼里，那就是换命的宝贝。我这一通硬核分析，直接把大家伙刚生出来的那点希望给浇灭了，甚至有人绝望得想直接在山上开荒种地，再也不出去了，让我二哥向斌带着大家伙加紧练练拳脚。我大哥楚向文在旁边听得认真，还不忘补了一刀，提议嫌弃大哥只会动嘴皮子不练功。我爹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二哥的招式口诀还是他从书上抄回来的，这叫术业有专攻。结果大哥反驳说，光在这儿脑补没用，明天得去大道上实地探个究竟。最后我把话题拉了回来，关于谁去探路的事儿，大伙儿争论了半天。毕竟咱们手里现在有6匹战马，谁都想骑出去威风一下。人多目标太大，骑着战马太招摇，容易被难民或者乱兵盯上。但我直接给否了，就我和二哥去，带上小白，真要有事，还能让他换那6头大狼来护驾。我拍了拍身旁的小白，我爹权衡了半天，想到我有仙人指点的奇遇，最后才咬牙同意了这趟冒险。明天就要和大部队面基了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乱成了什么样。本来我只想老老实实当个8岁小仙女，结果操心的事情比前世搞科研还多。出发前，我千叮咛万嘱咐我爹，一定要把河上游那些泡发的尸体埋了，但绝对不能用手碰，只能用木头撬进坑里。我和二哥向斌骑着大马，带着小白，晃悠了半个多时辰，才摸到距离营地10里外的大道。我们猫在隐蔽处一观察，心凉了大半截。眼前的景象只能用一个惨字形容。路上的难民几乎全是老弱病残，瘦得像人形骷髅，走着走着就能栽倒1、2个。二哥眼尖发现这逃荒队伍里一个青壮年都没有，估计全被抓去当了炮灰。
回。按照路程推算，这些人起码坚持了7天。如果真是饿倒、累倒也就罢了，万一爆发疫病，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。为了保命，我赶紧把手帕叠成3角形，当口罩蒙在脸上，也让二哥照做。我大着胆子走到道旁，想近距离探探情况。离近了看更揪心，目之所及就有7、8个人趴在地上生死未卜。我找了个带着孩子的妇人打听，她说宛城周边几乎见不到活人，死掉的也没人掩埋。这大热天的，病菌肯定已经满天飞了。婶子，4块布遮住口鼻，喝水尽量少开，千万别跟病患接触。临走，我悄悄塞了一把糖给那个小姑娘。在这缺一少食的路线上，这几块糖就是救命的能量。回到树林里拴马的地方，我坐在地上半天没缓过神来。作为一个在文明和谐社会长大的人，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惨状，比电视里演的还要冲击100倍。妹子，甜甜。我憋了许久的眼泪瞬间决堤，靠在二哥肩膀上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我无力也害怕，在这个世界活着真的太难了。刚醒来就逃荒，刚逃出来就遇上疫情，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坑等着我。那一刻，我不再是那个敢摔碗杠汉子的霸气神医，只想当个能撒娇的8岁小姑娘。安慰我说他相信我的医术，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药材匮乏，要啥没啥。我或许能保住咱们这10户人家，可路上这么多难民，一旦疫情扩散，古代那种10室9空的惨剧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药材匮乏，要啥没啥。一旦疫情扩散，10室9空的惨剧真的不是开玩笑。我只想守着自家人过安稳日子，可二哥向斌这一番家国天下的大道理，说的我这8岁的小心脏都跟着颤了颤。看着他那副满腔热血的样，我心说行吧，既然躲不过去，那本小仙女就勉为其难的拯救一下世界。其实我哪是什么正经神医啊，无非是前世记性太好，把爷爷那几本快翻烂的古医书全刻在了脑子里。那些在现代看来可能只是普通感冒的病毒，在医疗落后的古代一旦爆发，那就是收割人命的死神。二哥，咱们先回营地，那山坡上的草药种类不少。咱们先回营地，咱们先去看看能不能凑齐几副清热解毒、抗病毒的方子。妹子，我就知道你行，你简直就是下凡的小神仙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心想神仙倒谈不上，顶多算是个带着随身外挂的搬运工。在现代，这种方子可能就是几毛钱的颗粒剂，但在此时此刻，它凝聚的是几千年医者的智慧。我得先在那些已经染病的人身上试试药效，要是真能压住这股邪气，再想办法把药方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城去，就更多的人。回到营地，我一刻没闲着，直接拉上小白，开启了野外采药模式。小白似乎也感受到了气氛的严峻，鼻尖紧贴地面，不仅帮我避开了草丛里的毒蛇，还误打误撞带我寻到了一大片极品金银花和连翘。我蹲在地上拼命的拔，手心都被勒出了红印子，心里却在飞速盘算：预防得用这一套，治疗得用那一套，还得叮嘱全村人每天都要熬药汤当水喝。这种降维打击式的防疫手段，我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草药虽然寻到了，但要把这些苦药汤子灌进那些已经绝望的难民嘴里，可不是件容易事。防疫手段，我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。一觉醒来，我二哥向斌就带着我钻进了那处土穴，见到了那个所谓的少爷。他大喇喇的躺在那儿，明明病的都快挂了，还紧闭着眼在那儿摆谱，整张脸挂着一层寒霜，活像谁欠了他500万两银子。我二哥这个武痴，一听人家护卫是高手，就想上去给这位厉害的少爷行礼，被我一把给薅了回来。我可不惯着他的少爷脾气，自顾自的把剩下的草药按重症分量重新扎了3捆。这是他的，你和无影大叔分量一样，按这款搭配着接。交代完，我拉着二哥扭头就走，临出门还没忘刺他一句。病得重，二哥，但还没到睁不开眼的地步。人家少爷虽然病得重，但还没到睁不开眼的地步。估计这些土草药他也瞧不上。果然，那张好看的脸依旧像条死鱼，动都不动一下。折腾了一大圈，回到营地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水渠，把脸、手和帕子洗了个彻底。小泉子特别狗腿的守在旁边，又是地造脚，又是伺候着。我洗漱完，就直接钻进木棚子躺平，把那些头大的汇报工作全丢给了我二哥。情况严峻，我妹子全料中了。这下好了，大热天的营地里全是倒抽冷气的事儿，大家伙又炸了锅，有的想在山上躲个1年半载吃草度日，有的愁的直拍大腿，最后还是季组长一声吼，说我有办法。大家伙儿这才像见到了光，又齐刷刷的看向我这间小木棚。我躺在棚子里正迷糊着呢，一股肉香味儿就顺着门缝钻了进来。我娘端着昨晚特意留的一碗鸡肉粥走了进来，那可是只有我才有的高干待遇。娘，您不公平。你弱一个给我看看，我也给你做一碗。你这顿没办。这棚子外，我爹和组长爷爷压低的说话声，闻着这碗馋人的鸡粥，终于不装睡了。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。虽然那个双脸男主出现了，但天大地大，现在填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。天大地大，填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。管他什么双脸少爷，吃！当我接过亲娘端来的那碗鸡粥时，心里美得冒泡，对着我娘甜甜的说了声谢谢。季组长在旁边瞧见了，又是一顿猛夸。我这么懂礼貌。我爹楚汉广更是老脸一红，把这功劳全推给了我大哥。都是他大哥教导有方。我当时一口粥差点没喷出来。有什么关系？
不过这粥里放了正好的盐，香的我根本舍不得浪费。逃荒这段时间，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什么叫适应能力。以前是锦衣玉食的大千金，现在一碗带点盐味的肉粥就能让我感天动地。那纯粹是还没恩没饿到那个份儿上。吃完饭我没敢耽搁，直接找大哥借了纸笔，画了个现代口罩的草图。我叮嘱爹和族长爷爷赶紧让各家妇女找些布头，按这个尺寸给大人孩子都缝上。这可是防疫病的关键，赶紧让各家缝上。季组长接过图纸，少不了又是一番文武全才的夸奖，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我爹这时候也清醒得很，他觉得咱们这10户人家现在有粮有马，在那帮饿疯了的难民眼里就是妥妥的高富帅。我深以为然，于是建议让二哥向斌赶紧带着汉子和后生们练起来。就在我们营地热火朝天练把式的时候，我压根不知道那个叫吴影的护卫一直悄悄跟着我们回了山坡。他回去后跟那位冰块脸少爷汇报，说我们只是群偏僻村子里逃出来的普通农家，有粮有马，还没染病，确认没有恶意。那位少爷听完没吭声，但也没拦着吴影和吴宗喝药。2个护卫忠心的很，自己先试了药确认没毒，才敢给自家少爷端上去。天黑前，我二哥又跑了一趟土洞，这回带去了一个装满鸡肉粥的大瓦罐。这是最后一只老母鸡熬的，能帮就帮一把。吴影激动的不行，连声致谢。而那位一直装深沉的小少爷听了二哥的话，心里对我的评价估计也悄悄变了。这丫头片子，心思倒也细腻，心肠也挺善良。一碗鸡粥换的好评，这波病号餐送的不亏。放下那一瓦罐鸡肉粥后，吴影和吴宗2位大哥对我二哥楚向斌特别客气，3个人互相行礼，颇有点江湖好汉英雄惜英雄的架势。我这二哥也是个自来熟，看着洞里那位清冷少爷已经能坐在草垫子上，不再像昨天那样半死不活的躺着，就知道我的药起效了。二哥给他行礼时，那位少爷也微微点了下头，终于开了金口。我叫萧玉。二哥大大咧咧地交代他们赶紧吃，说还得趁天黑前赶回去，明天一早再带我来配药。萧毅这2个忠心的护卫看着我二哥来去一阵风的背影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：这小子和他妹妹都是好样的。其实这位萧少爷谨慎的要命，吴宗本想先替他试毒，他却摆摆手让人拿碗一起吃。吃饭间，吴影把昨天在林子里偷听我和二哥分析疫病的事全抖落了出来。用了一个叫做什么视距分析的方法，将所有的疫病症状按照强弱全部记录在案。此人能有如此见解，真是不凡。他可不是一般的富家子弟，而是大凌皇朝的7皇子。他母亲是宛城人，这次他本是去舅舅家探亲回京，带了36名精锐侍卫护送，没成想一出城就遭了暗算。许是这2天饿坏了，萧毅一碗鸡粥下肚，破天荒地又要了一碗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二哥如约而至。萧毅盯着二哥脸上那自制的口罩，一脸好奇。二哥显摆的解释：这叫防疫必备神器。我二哥这回不仅带了药，还从马背上拎下来小半袋碾好的白米，外加我从我娘那儿偷偷顺出来的一小包细盐，这在逃难路上简直就是救命的宝贝。吴影接过东西时，那感激的眼神都快溢出来了。我这会儿正带着吴宗在附近山上薅草药呢，二哥就在洞里陪着萧少爷尬聊。没一会儿，我抱着一大捆草药，领着小白回来了。虽然我半张脸都遮在口罩后面，但那双清澈的眼睛大概是挺显眼的。萧毅就那样盯着我瞧，心里估计揣着10万个为什么。这娇滴滴的小丫头怎么就能驯服狼崽子？更离谱的是，连宫里头号御医都束手无策的瘟疫，怎么在他手里就像处理个感冒一样简单？降维打击，懂不懂？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力量。想不通就对了，毕竟我可是带着现代医学逻辑穿越来的降维打击选手，他的病算是压住了，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可是官道上成千上万可能携带病毒的难民。面对那个叫萧毅的冰块少女，我二哥向斌倒是挺热诚，一进门就介绍起我来。看着这位少爷坐在草垫上那副冷冰冰的架势，我虽然心里有点看不惯，但医者仁心，还是决定不跟病人计较，礼貌性的回了一句：萧公子。结果人家倒好，金口难开，直接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。我这小暴脾气差点没上来，干脆把他晾在一边。我推开挡路的二哥，大喇喇的找了个草垫坐下，开始整理那一大包刚采回来的草药。还发热吗？还拉肚子吗？还怕冷吗？他倒挺省事，一连串的问题全拿摇头当回答，直到我问他浑身乏力的症状有没有缓解时，他先是习惯性摇头，接着又补了个点头，最后憋出几个字：有缓解。我心里偷笑，这高冷人设崩得挺快。我一边配药一边冷淡地告诉他，再过3天就能彻底痊愈。萧毅那双眼睛就一直盯着我这双白嫩的手瞧，估计心里又在写剧本，觉得我这种细皮嫩肉的样儿压根不像是干农活长大的丫头。他突然开口提到了我的药方，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直接挑明了说：你要是能把这方子交到能为百姓做主的人手里，我就送给你。
他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一个几岁的小姑娘能看穿他的心思，甚至还知道这方子背后的价值。他试图打听我是不是祖传的医术，我直接回了一句：治好病就行。反正对于这种不好糊弄的聪明人，我主打一个问啥都不知道。等吴颖把煮好的粥端上来时，话题转到了谢礼上。吴颖客气地说：楚姑娘，救命之恩，改日定当重谢。不用改日，现在就能谢。这话一出，洞里几个大男人全傻眼了，连我二哥都没反应过来。萧逸的眼神瞬间变得有些疏离，估计是觉得我这小丫头片子也免不了世俗，开始讨价还价了。我看着他们那副复杂的表情，慢悠悠地开出了条件：不要别的，只求两位大叔能指点我二哥几招速成的实用招式就行。原本以为我会狮子大开口要金银财宝的萧逸主仆，听完这个要求，表情那叫一个精彩，用一副药方换2个顶级保镖当私人教练，这波跨界交易我稳赚不赔。我二哥要是真学会了皇室侍卫的杀招，那咱们这支逃荒特种队的战斗力不得原地起飞。就在这尴尬的能抠出一座城堡的对视中，我率先败下阵来，随口找了个话题打破沉默。你有纸笔吗？我现在就给你写下草药方子。萧逸这家伙刚才盯着我看的样子，活像个偷东西被抓包的小贼，冷冰冰的脸上居然泛起了红晕。他听到我要写方子，转过身去翻找随身的纸墨。我坐在洞里的石桌旁，提笔开始默写那2份抗病毒的方子。这份娟秀的字体还是前世跟着爱书法的爷爷苦练出来的，没想到在这古代逃荒路上派上了用场。干药材板给城里药铺存货准备的，新鲜草药板，万一药铺断货，百姓可以直接上山按图索骥。我把写好的纸吹干，严肃地叮嘱他。这效果你和2个大叔都验证过了，疫区的人正往洛州跑，这事宜早不宜迟，你得赶紧想办法送出去。萧逸接过方子，神色凝重地看着我。我要借你家的马3天，洛州城快马加鞭，一个来回也要2天1夜。没问题，一会儿你让人跟我回去牵马。他定是觉得我要问过我爹，却不知我才是这里的核心。他看着我，眼里的冰雪似乎融化了一角，破天荒的郑重行了个礼。不谢，这也是我想做的事。转头一看，我二哥向斌已经在那边跟吴颖打得火热，吴颖和吴宗这2个顶级护卫得了主子，用心交的死命令，那真是一点没藏私。我二哥就像块干海绵，掉进了水里，疯狂吸收着那些专业的杀敌招式。他在洞口高兴地扯着我的手指转圈，差点没把我这8岁的小身板给晃散架了，连口罩都给甩掉了。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来，我看着二哥挥汗如雨的背影，再看看萧逸那若有所思的目光，心里默默盘算，这一波用2个药方换一个皇室级别的武术指导，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咱们老楚家赚翻了。纸上的墨迹还没全干，我小心地把它对折递给萧逸。刚才因为他一直摇头而攒下的那点小火气，在他那句诚恳的代百姓谢谢你面前，瞬间就烟消云散了。我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，这一笑像是破开了洞穴里沉闷的冰层，连带着原本冷冰冰的萧逸也跟着勾起了嘴角。说实话，之前我真挺不待见他那副高傲样的，而他对我估计也觉得尴尬又防备。可这一刻，所有的弯弯绕绕都融化在了一个纯粹的笑容里，倒真有点一笑泯恩仇的意思。要不以后我叫你萧逸哥哥吧。叫公子太生分，叫少爷像仆人，直呼其名又觉得没礼貌。看他跟我二哥年纪相仿，叫声哥哥最顺口。萧逸明显愣了一下，大概这辈子还没人敢这么没大没小的称呼他。可他看着我清澈的眼底，竟然没有拒绝，反而眼神柔和的点了点头，嗓子里溢出一声低沉的呵呵。这下可把刚端药进来的吴宗给吓着了，要不是这位大叔功力深厚，手里的药碗非得碎在地上不可。他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这位号称万年冰山的七皇子不仅笑了，还笑出声了。他看向我的眼神瞬间从救命恩人升级到了绝世高人。这姑娘是绝世高人啊！萧逸接过药，这回没用人催，几口就喝了个精光，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我看着他渐渐恢复血色的脸，心里也松了口气，药方送出去了，人也救回来了。接下来我得回营地去盯着我那帮战友们练习口罩缝制和防护知识了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站在洞口的萧逸，阳光斜斜地打在他身上。少年虽然略显消瘦，但那股子浑然天成的贵气终究是遮不住的。这声哥哥叫得不亏，以后要是真进了京城，咱好歹也算有个皇室背景的大腿可以抱了。